今天給大家講一下如何用 PS 給人物做這種像素級的無損精修。一樣的，先講思路，再講操作。我們在修圖之前，需要給這個人像一分為二。第一部分是浮於皮膚表面的這種紋理瑕疵，第二部分是人物的大光影。我處理瑕疵的時候不會影響到大光影，那我處理大光影的時候也不會影響到表面的顆粒。如何分頻呢？咱們用到的是高低頻的技法。首先選中背景对應的图層，咱們 Ctrl 加 J 複製2個層，上方的圖層代表的是紋理細節的高頻，下方代表的是光影色彩的低頻。這個時候咱們把高頻的眼睛關閉，單獨選中低頻對應的圖層。我現在希望的是這個圖層上刪掉這種紋理細節，只保留它的大光影關係。如何才能把這種細節刪除呢？就是給這個圖層做模糊，模糊完之後這個細節紋理就看不到了。咱們是從濾鏡菜單欄下找到模糊，我選擇的是高斯模糊。我們看一下這個位置有個半徑，半徑指的是模糊的程度，半徑越小模糊的程度越小，半徑越大模糊的程度越大。那咱們要模糊到什麼樣的程度呢？模糊到你想要修的这個紋理看不清了就可以了。比如說我想要修這一部分，那你就對着這一部分的顆粒去調節你的半徑，調到這一部分紋理看不見了就可以了。此時单擊確定。那咱們看一下低頻的紋理就被刪除了。我現在想要把刪掉的這一部分紋理單獨給它提取在高頻，所以咱們選中高頻对應的圖層，把它前面的小眼睛打開。現在高頻還是一個原圖的狀態，那也就是說它既包含這種紋理，又包含大的光影。那咱們可以看到剛才的這個低頻就只有光影了，所以我用高頻減去低頻的光影色彩，那得到的就是这種紋理細節了。如何給圖層做減法呢？咱們選中高頻對應的圖層，在圖像菜單欄下找到應用圖像，混合就是它的算法。因為做減法，所以我们单擊選擇的是減去。那麼減掉的是哪個圖層呢？減掉的是代表光影色彩的低頻層，所以目標圖層這個位置咱們選擇的是低頻。大家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圖片的狀態，你會發現大面積的這個區域是灰色的，然後這個細節也被提取出來了，這是因為你的原圖減掉了光影色彩，那得到了這一部分細節。但是減去的這一部分不能為空，它必須得要有個像素作為填充補償的，所以大家看到這個補償值128就是填充補償的這一部分像素，所以補償值是0，它代表了黑色，你看到的大面積的顏色就是黑的。那如果是255，它代表的是白色，你看到的大面積的顏色是白的。那麼128就是中性灰，那麼我們看到的大面積的顏色就是灰的。縮放大家要設置成2。好，此時单擊確定，這個細節就被提取出來了。但是我現在希望它只顯示細節，去掉這種中性灰，回歸到原圖的狀態。咱們將圖層的混合模式改一下，改為線性光。線性光的原理就是去掉中性灰，只保留這個細節。我現在就可以去修復這種皮膚表面的紋理瑕疵了。那為了保護原圖不被破壞，咱們可以 Ctrl 加 J 複製1個層，在複製的圖層上進行操作。但是我們可以看到，複製圖層結束以後，這個像素它是疊加的，那是因為模式是線性光，因為線性光的話是去掉灰色，黑白做对比，所以模式要改成正常。但是改成正常之後，它又有灰色了。我希望只显示細節，不显示這種灰，那你就可以把上面的這個圖片裝到下方的容器裡面。好，如何把上面的圖片裝進下方的容器呢？咱們按着 Alt 鍵不鬆手，在2個圖層中間線的位置單擊，就可以向下創建剪貼蒙版了。這樣的話，上圖它就只顯示紋理，不顯示灰色了。那咱們就可以在這個圖層上進行修復了。修復的時候，我們左側工具欄的位置找到仿製圖章工具，但是大家注意，使用仿製圖章進行這種瑕疵修復的時候，屬性欄一定要設置一下。首先它的不透明度和流量要設置為100%，然後樣本要選擇當前圖層。仿製圖章工具它的使用原理是複製覆蓋，比如說我不想要這塊瑕疵，那咱們就可以複製旁邊好的紋理去蓋在這個瑕疵上。那麼如何複製呢？你可以按着 Alt 鍵不鬆手，鼠標的光標會變成一個瞄準的箭頭，此時單擊旁邊好的紋理就可以複製這塊內容了。好，同時鬆手涂抹，那咱们就能把這塊給它蓋起來了。圖章工具它的光標大小可以通過字母鍵 P 鍵右側的左右括號調整，左括號是縮小，右括號是調大。那你瑕疵有多大，你的光標要適當比這個瑕疵稍微大一點點就可以了。比如說我現在想要去修這個小一點的，那咱們的光標要設置的小一些。好，同樣在旁邊的位置單擊，同時鬆手涂抹去覆蓋。然後大家再來看一個東西，在我的畫面中會有一個十字，十字表示的是取樣點，那也就是說十字經過的區域會被複製，你的十字會自動跟隨着鼠標的光標。大家看現在我的鼠標光標停留在這顆瑕疵上了，也會跟着它一起動，所以我們要隨時看一下十字它經過的是正常的紋理，不能經過瑕疵上，如果它經過這一部分瑕疵，就把瑕疵也複製過來了。那這個時候如何處理呢？你就得按着 Alt 鍵不鬆手重新取樣。那咱們使用仿製圖章工具，把皮膚表面的紋理瑕疵、沒有刮乾淨的眉毛，然後眼睛裡面的紅血絲以及嘴巴上的唇紋都可以修乾淨。快速演示一下。
咱們現在來看一下調整之前與調整之後，以上就是如何用 PS 給人物进行像素级的无损精修，你學會了吗？